好家伙，承欢记大结局了！这简直是我今年看过最恶心的大结局。承欢记大结局引发争议，剧情被指狗血，涉及遗产、患病、车祸等元素。姚志明与父亲的和解以及刘婉玉的病情成为焦点。何赛飞的表演被批用力过猛，杨紫选剧本的眼光也受到质疑。尽管如此，该剧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色，期待演员们未来能创作更多精彩作品。在某个平台上，4月24日播出了《承欢记》的大结局。许多戏迷花费金钱追求观赏，却未曾预料到他们将被那个狗血的结局吓到。尽管整部剧都以鸡飞狗跳的节奏展现，但关键时刻的问题总能得到迎刃而解。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却以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告终，这实在是难以预料的。编剧在这部作品中描绘了深刻的亲情画面，仿佛用一把利剑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在国产影视剧中，通常都会以大团圆的结局为收尾。然而《承欢记》却因种种原因而处境险恶，陷入困境。这种情况若是合情合理倒也罢了，但关键在于它的呈现相当突兀，充斥着大量狗血元素。姚志明的父亲姚仁富是最突出的例子。熟悉《承欢记》的观众都明白，姚志明心中怀有对父亲的愤恨。姚仁富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作为儿子，都被视为道德败坏的人物。小时候，姚志明就带着孩子出国，但他却是一个毫不称职的父亲。姚志明几乎从未在家庭中感受到温暖，因为他的父亲不仅没有好好照顾他，而且自己身上还满是不良习惯，沉溺于酗酒和赌博，最终导致了他坐了牢。姚志明在遇到麦承欢之前一直感到孤独，而唯一能够交心的朋友是何东。虽然章子玉是他的青梅竹马，但姚志明对他并没有男女情愫，因此必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姚志明对自己的父亲怀有多深的怨恨，可以从他得知何东去探监时的表现看出来。然而承欢记仍然无法摆脱使用和解的老套路。姚仁富明白了儿子成长路上的辛酸，电视剧即将结束，他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用余生来弥补对儿子的遗憾。尽管编剧透露了父子和解的迹象，但大结局却意外地将姚仁富的命终结了。他眼见着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便安然无恙地准备过马路，然而却在这个转机时刻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车祸。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死在那里，而且根本没有闯红灯的情况。姚仁富的过去行为确实令人感到厌恶，被突然撞死实在太离奇了，难怪人们会嘲讽剧情狗血。此外，祖母陈淑贞的离世也让人心中久久难以释怀。在剧中虽然不是主角，但这位老太太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无论男女主从相识到相恋，都与老太太息息相关，无法摆脱她的影响。尽管她外表平凡，但却掌握着巨额财富，她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备受关注。尽管姚志明是陈淑贞的亲孙子，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这个继孙女麦承欢反倒一直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孝顺。最终，老太太将兴安里酒店和所有财产都转交给了麦承欢，只留下了一套象征亲情和爱的花园洋房，专门给亲孙子。老奶奶身体一直很健康，直到她去世前，还和孙子孙女一起到山上游玩。老人的愿望是希望在自己晚年时能够看到孙子不再孤独，而是能够目睹两位年轻一辈的恋人幸福地走向婚姻殿堂。然而，他在养老院卫生间里突然倒下，离世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这位慈祥的老奶奶一生过得清醒自在，且充满风采，怎么会不让人意难平呢？最终以遗憾的心情告别。更令人惊叹的还是刘婉玉的病情。刘婉玉因查出患有肿瘤，为了不给家人带来负担，选择了离家出走，
成为了故事的大结局。想要销声匿迹，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必定要去那种连家人也无法轻易找到的地方。他却选择了回老家，就连用脚趾头想也能猜得到。刘婉玉不愿意去看病，尽管麦承欢已经继承了遗产，变得富有，无论是老麦的离婚威胁，还是子女苦口婆心的劝告，他都坚持要等到生命的尽头。接着，一股强烈的情感涌上心头，唤起了对这座老宅里一家人曾经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在大酒店就餐时，又唤起了对曾经钟爱的冯氏臭鳜鱼美食的回忆。麦承欢和姚志明便从这一细节开始，寻找了熟悉隐退手法的老师傅，同时也揭开了母亲年轻时曾怀揣过戏曲梦的故事。重回舞台，穿上戏服，再次品尝余姚的滋味。最终，麦承欢打动了刘婉玉的心，使她同意返回接受治疗。全家人在手术过程中欢声笑语，最终为这个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场景若有陈淑贞的祖母在场，将会更加完美，不是吗？让人既心满意足又心生遗憾，这种感觉实在令人郁闷。患病、车祸、遗产等诸多戏剧性元素交织，使得故事越发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其实《承欢记》全剧不仅在大结局上有点魔改，该影视剧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原著故事背景设定在香港，而影视剧则将场景转移到上海，导致很多情节和角色显得不太合理。故事原有的精髓已经随着大规模改动而消失无踪。然而，最受到诟病的依然是刘婉玉的角色设定以及何赛飞对这一角色的演绎。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演员，这次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何赛飞晋升为母亲专家，这个头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到来的。在他扮演的众多家庭主妇角色中，尤其凸显了上海女性的形象。在电影《人生之路》中，他扮演了一位聪慧机智的上海母亲角色。他以尖酸刻薄的态度来阻止女儿和外地男孩的恋情。然而，无论如何，他始终以女儿的利益为出发点，最终达成了妥协。何赛飞生动地塑造了这一角色，而且没有使其显得过分得罪人。然而，刘婉玉在《承欢记》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这位上海妈妈的角色塑造比《人生之路》中的更为夸张。她几乎贯穿整部剧的情节，不断展现出她的表演技巧，但这些情节却严重触动人们的情绪。何赛飞的表演有点过火，再加上角色本身不太招人喜欢，他的表演似乎带有一些夸张的痕迹，也许是为了展现角色的负面形象，时常高声呐喊，眼睛频频眨动，引来网友一致评价，表演如同狂热的疯子。有人也提及了许娣，认为这个角色更适合他来扮演。一须一提的是，《我的前半生》也是一书的代表之作之一。许娣当年因在剧中饰演薛珍珠，荣获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项，观众的评价如出一辙。许娣本身便仿佛是角色的化身。虽然何赛飞也是一位演技精湛的老戏骨，但并非所有角色都适合他。举例来说，这一次的情况对刘婉玉来说并不十分合适。何赛飞曾经扮演过多个坏妈妈的角色，然而她的表演却从未让人感到真正讨厌。刘婉玉这个角色形象过于夸张，表演起来难以把握。何赛飞身上散发着一股小家碧玉般的气质，给人的印象是他并不算坏到骨子里。他如果在这样的基调下努力演出角色矫揉造作的一面，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过于刻意，用力过猛。许娣的形象更贴近现实生活，扮演起这种尖酸刻薄的市井小民更为自然真实，仿佛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可恶的，而非演员在做作。自开播至终局，《承欢记》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除了对何赛飞展开讨论外，人们也在讨论杨紫。
他在这部不太受关注的作品中，演技还算有些亮点。近年来，仅就所选择的剧本而言，有些让人感到失望。杨紫以童星身份出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家有儿女》中，她的表现十分出色，广受观众青睐。在圈内，宋丹丹曾表示她的外貌并不算漂亮，因此不太适合从事演员工作。杨紫对这个不屈服，她坚决要进入娱乐圈来证明自己。在她刚刚毕业于北电的那几年里，她的表现确实没有太出色，在戏剧领域积累了不少作品，却未能引起太大轰动。网络上到处都是对她创作枯竭的批评声音。2016年，杨紫与刘涛、蒋欣等演员共同主演了《欢乐颂》，以邱莹莹的角色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然而，网友们注意到她的面容似乎经历了某些改变。杨紫的事业正在逐渐蓬勃发展，不管怎样，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她在《香蜜沉沉烬如霜》和《亲爱的热爱的》两部剧中的表现都令人赞叹。从选择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本开始，她和她的团队就遭到了群嘲。杨紫在古装剧中表现不错，但她参演的现代剧大多受到了批评。她并非应受责备，因为当下国产现代剧本的质量确实堪忧。《承欢记》在某些方面来看，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了。杨紫和何赛飞都有着无限的未来可能性，愿他们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积极倾听中肯的建议，无视那些毫无根据的负面评论，坚定地创作出更多精彩的作品，继续为大家带来乐趣。